重磅消息传来，中国国产客机首次出口国外，究竟哪国购买了？为何在未取得 FAA 适航证的情况下，中国客机依旧能出口？与中国竞争的日本国产客机又遭遇了什么？中国国产客机全面崛起又有何启示？我们知道，飞机制造业，尤其是民航客机制造，往往代表着一个国家工业实力。由于客机制造难度极大，研发资本投入也十分巨大，同时包括材料、电子、机械、车辆、能源、建筑等，几乎所有工业领域的先进技术都要融入其中。因此，客机制造业也被誉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全世界能发展此产业的国家寥寥。而近年来，随着中国制造业快速崛起，中国的民航工业也在多个领域发起向工业明珠的挑战，其中包括新舟700螺旋桨支线飞机、ARJ21支线客机、C919中型载体客机等。2021年对于中国民航制造业来说也是不寻常的一年。一方面，新舟700发动机遭到加拿大断供，导致首飞推迟；另一方面，由于疫情的耽误，C919客机原定交付时间也被推迟到明年。不过，随着年末将至 ，ARJ21支线客机带来了一个重磅喜讯，为中国民航在2021年一扫阴霾。近日，一架 ARJ21客机的飞行照片引起外界关注，其特殊之处在于其机身涂装并非是国内的航空公司，而是一家国外的航空公司。经过辨认，这架 ARJ21客机的涂装是印尼林亚航空的标准，这也是印尼林亚首次亮相 ARJ21客机，同时也是第一架出口到国外的 ARJ21客机。这对于整个中国民航来说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ARJ21客机是首架中国按照国际标准自主研发的支线客机，由中国商飞研制，主打70到90座3000公里内中短途航线，主要用于满足从中心城市向周边中小城市辐射型航线的使用。而此次出口的印度尼西亚又恰好是多岛屿国家，对于支线客机需求量极大，因此 ARJ21客机进入到印尼市场，可以说是中国民航客机国际化的重要一步。另外，此次购买 ARJ21客机的印尼林亚是由中国飞机租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控股的，这恐怕也是 ARJ21客机能出口到印尼的关键因素。不过，也有人发出了疑问，就算航空公司由中资入股，要在他国境内飞，必须要通过当地政府的审批才行。但 ARJ21客机目前主要的问题是还没有拿到一些重要的国际适航证，比如美国联邦航空局 FAA。既然如此 ，ARJ21还能在印度飞吗？有这种疑问其实不无道理。比如现在 C919客机交付延迟，主要原因就是在于今年原定于去加拿大进行冰雪测试飞行，但由于疫情而耽误了。而之所以要去加拿大进行试飞，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拿到 FAA 的适航证。由于没及时拿到适航证 ，C919交付都推迟了。怎么没有 FAA 适航证的 ARJ21客机却能出口到国外呢？目前国际上大多比较认可美国联邦航空局 FAA 的权威性。此外，欧洲航空安全局 EASA 的适航证也有着与 FAA 相媲美的权重，于是很多国家会将 FAA 与 EASA 的适航证作为是否颁发本国适航证的硬性指标。这一点其实也能理解，毕竟目前民航制造业两大巨头就是美国的波音与欧洲的空客，这两个地方的航空部门制定的标准的确具有相当的话语权。即使其他国家制造客机，也会以欧美标准作为参考。而中国毕竟在民航制造领域还属于新人，话语权比重还达不到美欧的高度，因此很多人认为中国客机要出口，必须要搞定欧美适航证。然而，这个想法虽然没错，但并非唯一的答案。就各国而言，要让客机在本国境内飞行，最重要的还是要拿到本国的适航证。而无论是 FAA 还是 EASA 的适航证，都只是重要的参考指标，而非硬性规定。比如有些国家如果认可中国民航管理局的适航证，可能也会绕过 FAA 与 EASA 的适航证标准，直接颁发本国适航证。像印尼就是典型的例子。而且其实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这么做了。比如早在2016年 ARJ21就获得了刚果共和国颁发的适航证。而且此次虽然是 ARJ21客机出口到国外，但却不是首次走出国门。2019年10月的时候，就有一架涂装太阳神鸟与大熊猫图案的 ARJ21从哈尔滨历时1个小时飞抵弗拉迪沃斯托克国际机场，这也是 ARJ21客机首次飞行国际航班。从这一点也能看出，至少俄罗斯也是认可中国的民航标准。
不管怎么说，目前 ARJ21 客机已经打开了国际市场，甚至 FAA 的适航证都不能阻止其出口到国外。而看到这一幕，日本人肯定是羡慕哭了，因为就在几天前，日本三菱重工就宣布了一个重大消息，那就是将原 MRJ 支线客机的制造厂房出售，而此举基本象征着三菱支线客机项目的彻底失败。实际上 ，ARJ21 客机在问世的时候，还有一个主要的挑战者，那就是日本三菱重工研制的 MRJ 支线客机。由于两款支线客机主要都是面向亚洲市场，因此被视为了直接的竞争对手。在三菱支线客机刚问世的时候，日本人自信心满满，甚至在2015年首飞之后，其订单量突破500，力压 ARJ21。然而几年下来，三菱支线客机由于种种技术上的问题，不断宣布推迟交付，订单也在数年下来流失殆尽。如今的情况却是，商飞的 ARJ21 客机已经出口到国外了，三菱支线客机却最终胎死腹中。这两则日期相近的新闻结合在一起看，也能看出民航客机制造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此之前，外界其实更看好三菱重工。这家企业长期与美国波音进行合作，积累了大量经验，而且日本制造本身水平也被高度认可，因此外界认为三菱重工的起点要比中国商飞更高。再回到 ARJ21 出口这件事上，这架客机首次出口到国外，除了本身是为中国的支线客机打了一个广告外，同时对于中国民航制造业走向国际化起了一个好头，足以激励如 C919 客机这样的后来者。目前 C919 客机的订单量已经确认的就有800多架，并且除了国内航空公司外，也有3家国外航空公司订购了 C919 客机，其中包括泰国都市航空、德国普仁航空以及美国通用电气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此外，包括英国航空、爱尔兰瑞安航空、美国东方航空等国外航空公司也表达了订购 C919 客机的意向。有了 ARJ21 开了个好头， C919 的出口也会更顺利。而且前面提到，目前中国民航制造业在其领域还是一个新人，对于制定标准这类话语权还比不了美欧，因此有时也难免受制于人。而制定民航标准又是靠实力来说话，因此中国想在未来取得一定的话语权，提升产品质量以及国际认可度都是重要的步骤。只有中国制造的民航客机能在质量以及受众面上不亚于波音与空客，那么中国适航证的权重也将不亚于 FAA 与 EASA 适航证的权重。当然，这一步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定的过程。好在现在中国具备这样的潜力。目前 C919 的交付虽然会推迟，但这并不影响其被外媒认为是中国民航企业挑战美国波音与欧洲空客的标准。总之，民航客机能走出国内，不仅关乎着市场与经济价值，同时也关乎着中国民航产业的话语权与标准制定。因此我们才说 ARJ21 首次出口到国外是一件里程碑式的事情。